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中国教育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中国的教师为什么越来越忙碌？10月31日，河南省郑州市建兴路小学的一位23岁的女教师自杀。她的遗书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陷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这位老师的遭遇非常有代表性。一位学者在2017年对2787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的教学任务准备，80.5%的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研究。根据中青网记者对某所民办学校的调查，这所学校每天要接受和处理来自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通知文件，要求学校配合政府完成各种各样的非教学任务，包括强制下载各类政府 App、视频学习打卡、拍照留痕、卖保险等等。而教师则成了这个体制的最末端，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应付各级政府的要求。许多老师甚至表示，上课教书已经成为了最轻松和享受的事情。教师们除了要承担上述并不重要的文牍琐事，还经常代替政府完成一些核心工作。例如，武汉大学的学者一卓在湖南省调研发现，很多地区都有下达缴纳新农和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越来越贵，许多农民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要求学校配合催收医保费用。一些教师选择给家长打电话，另一些教师则选择让孩子回家通知自己的父母催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教师有了税吏的属性，教育权力成为了行政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在新冠疫情流行的3年里，学校在配合防疫政策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许多学校要求学生在假期期间不仅记录自己的每日行程，还要统计父母及家人的行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在各地方下达的打疫苗和做核酸的指标上，学校也是通过基层教师去推动家长和孩子配合完成任务的。对于这种现象，很多人都会批评国内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但当我们将视线转向教育领域之外，会发现这几乎是近10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一个大趋势，那就是全面的保守化，权力对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力度大大增加了。而权力干预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学校来施加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通过成立各种各样的工作领导小组，将教育局纳入小组之中，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件，要求教育局配合工作，教育局再将通知传达给学校，一级一级将压力压到基层教师身上。领导小组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架构，冠名为领导小组的机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比如北京奥委会和残奥会领导小组，全国第1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总之，它是一种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者临时性的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机构，并不属于常设机构。有时候某件任务完成了，这个小组就撤销了，但也有存在时间很长的。领导小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性组织，因此不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权利。实际上，领导小组常常以会议纪要、会议通知等形式发布内部命令，这些命令具有事实上的效力和约束力，并且领导可以通过定期突击检查等形式确保政策的落实。常规治理机制和运动型治理机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专制性的一条重要线索。常规体制具有组织化、制度化、常态化的特点，组织成员相对而言是分工明确、边界清晰、各司其职的，这可以保证官僚体制运行的稳定性，但对于上级领导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即上级领导如果想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也要走常规官僚程序的流程，这就起到了一种延迟效果。因此，为了快速完成某项指标或者任务，领导就需要不断打破常规制度的边界和法律程序，通过设立新的权力机构来推行。
在中国历史上，当君主试图绕开官僚体系，巩固个人权力时，就会通过新设置一些临时性的官职来分化下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起初是临时性的机构，后来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比如汉代的刺史、清代的军机处。而中国的领导小组就是这样一个部门，它的设置较为随意，不受常规行政制度的约束，且可以跨部门调动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能够高效率地完成某项目标，但代价则是常规机制走向混乱，权力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将越来越严重。比如，学校和教师大量地承担了来自政府的非教学任务。那么，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学校作为管控社会的工具呢？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国家长在面对学校时是非常弱势的。中国的学校本身也属于体制的一部分，国家垄断了主要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本，公立学校在教育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学校管理和决策通常由政府官员负责，并不太关注和接受家长的意见。中国的教育体系也缺乏像家长委员会这样的自组织，家长对学校的运营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另外，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极为广泛，学生家长往往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且每个学生往往对应了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在内的多个家庭成员，因此通过学生来传达和落实政策是很高效的。最重要的是，孩子就是家长的软肋。家长们可能在别的方面虚与委蛇，糊弄过去，但在自己孩子的事情上则会谨慎得多。在对文凭和学历有着畸形崇拜的中国社会，仅仅是想到学校老师可能区别对待自己孩子，就是一件能引起许多家长极大焦虑的事情。当然，通过控制孩子来管制社会的做法，并非仅仅出现在学校。例如，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一对夫妻拒绝被警察拉去隔离，警察威胁当事人，如果拒绝被隔离，会影响他的3代。当事人则回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句话随后火遍了中国互联网。另一件相似事件发生在2022年11月，北京昌平区某居委会干部商讨如何应对不听话居民时，说出了他的软肋是儿子等言论。通过控制孩子来控制当事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做法。在几十年前，家庭成分还是每个中国人从一出生就绕不开的标签，甚至是一种比肉体生命更重要的政治生命。因此，在面对某些紧迫的政治任务时，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几乎是本能地想到了这条路。总的来说，教师的日益忙碌背后所反映的是常态化机制的萎缩和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活跃，这意味着政府的执政逻辑正在逐渐走向意识形态化和非理性化。意识形态优先的政治逻辑通常是对内统一思想，抑制异议，对外强化对立，拒绝沟通。因为意识形态优先往往意味着将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为了应对来自内外的威胁，政府有必要集中权力来保卫国家安全。政府通过频繁地发布政令来满足各种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或是应付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这将导致本应享有的正当权利都要为意识形态的安全而做出让步和牺牲。如果说之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是极其看重应试能力，缺少人文关怀，那么当教学活动还比较独立的情况下，在一些开明的教师那里，学生仍然可能享有一定自由空间。然而当政府的权力严重地干扰学校的运行时，学校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应付非教学活动，而只能选择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规训和管制学生，借助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微信群、钉钉群等技术手段，这种规训的全面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很多中学普及了所谓智慧校园方案，也就是用技术手段监控学生。在许多学校，孩子每天进出教室、去吃饭和回寝室都需要打卡，打卡时间会同步到家长的手机上。2019年，媒体报道有一款智能校服进入了10几家学校，这款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缝制了条状传感器、GPS 定位芯片等等，用于记录学生的生物信息、面部数据和准确位置。这款校服甚至在检测到学生打瞌睡时还能响起警报。
一家引进这款校服的学校校长表示，使用这款校服后，学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了。除了使用技术手段来规训学生之外，一些传统的惩戒方式也有所普及。比如，我认识一个学生，他在一所在我的印象里还算比较宽松的高中上学，但他对我说，他很讨厌他们的学生干部，每天的工作就是监视和举报同学的某些不合学校规定的行为，也包括发牢骚的言论。当然，学校采取这些做法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一些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当孩子出事后，某些家长会无条件地要求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学校选择这种牺牲孩子隐私的方式也是无奈之举。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有违政府和学校开脱责任的嫌疑，而且把家长的作用说得过大了。实际上，并非每个家长都愿意选择用这样的手段去管制孩子，真正推动学校这么做的仍然是来自上级的考核压力。这些管制手段都可以算作是学校在满足上级要求的同时，为了节省管理成本而想出来的策略。而学生们的安全感、自尊心则都是牺牲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视频还是和大家继续讨论中国教育。本期视频会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咨询或与我讨论，请联系我的邮箱，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收藏视频的文字稿。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